末日丧尸题材卷到现在，丧尸饿不饿我不知道，反正爱看的观众快饿死了，能看的一年比一年少。为了给各位彻底解解馋，我搜罗了半天，把近几年讨论度拉满的5部末世硬货端上桌，从邪典猎奇一路砍到神坛巅峰，全是高能干货。第5部群体。今年最新上的丧尸片 IMDB 开分 6.5， 票房爆了，口碑却两极分化。严尚浩自从当年把《釜山行》推向顶峰，后面几年就跟被夺舍了一样放飞自我。不过这次的设定相当炸裂，那些非人类居然演化出了蜂群智能，不仅会开麦交流，还懂战术走位，配合比游戏里的猪队友默契多了。池昌旭饰演的商场安保在怪物堆里近身肉搏更是生猛至极，可惜编剧后半段大脑集体宕机，强行救降智队友把顶配智囊送掉的桥段看得让人血压飙升。好在蚂蚁死亡漩涡这个概念足够戳人，只要看的时候主动把脑子摘掉，当个下饭爽片绝对绰绰有余。第4部惊变28年2白骨圣殿。真没想到狂怒病毒在英伦发酵了28年，看完才发现最吓人的压根不是跑得飞起的丧尸，而是彻底疯魔的幸存者。通篇都是纯正的英式癫狂抠腿，末日暴徒的狠辣程度简直把变异者都衬托得眉清目秀。但妙就妙在加兰居然能在这种极端的 B 级片画风里拍出神性，镜头里除了血浆横飞，更夹带了关于救赎与信仰的哲学追问。虽说偏文艺的调调让整体叙事前后略显割裂，但当片尾基里安·墨菲的彩蛋一出来，老粉情怀瞬间原地引爆。单凭着绝杀的最后5分钟，前面花里胡哨乱炖的100分钟我也全认了。第3部行尸走肉，达里尔·迪克森。行尸走肉弃了 N 多年的剧了，甚至都不知道正剧是什么时候完结的，结果最近又一头栽进了弩哥的衍生剧里。这男人的魅力真是一点没减，不愧是整个 IP 最强的硬核打工人，靠着个破救生筏都能一路漂洋过海干到法国，不仅要跨国护送神秘男孩，还得顺手帮修女们硬刚武装军阀。更绝的是欧洲赛区的丧尸数值严重超标，血液带强酸，死了还能自爆，强如战力天花板的弩哥也得老老实实抱团，把古堡爆改成避难所。要是你追完剧手痒，想拉上开黑搭子，亲自体验一把从零求生的爽感，明日之后这波可以说是正中下怀。新版本里铺天盖地的尸潮疯狂围城，稍不留神防线就会被冲垮，而且还加入了各种极端环境，你既能顶着恶劣天气搜零件手搓装备，也能叫上兄弟并肩死磕变异巨怪。毕竟在末世里只有全员抱团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第2部辐射，有改必翻车的魔咒真让诺兰团队给打破了，开局直接核爆洗脸，妥妥的年度王炸。一进这片末日废土，你就会发现旧时代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准则堪比一斤鸡屎，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剧里的主角3人组像3种极端玩家在同台竞技，女主是挨打进化的纯情萌新，尸鬼是全图刮地皮的满级老油条，男主则是路人局里随缘匹配的憨憨良心队友。3条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硬是扒出了背后庞大的资本阴谋，讽刺拉满还贼应景。虽说观感上确实有些小毛病，但跟游戏里那种操中带戏的演出一比，还真就别有一番风味。第1部最后生还者。近年毫无争议的末日神作绝对是美墨 ，HBO 这波直接把有改剧的天花板焊死了。电影级的视听张力混着近乎窒息的末世压迫感，分秒之间便将人死死按在那个荒芜绝望的世界里。但这一路最刀人的不是怪物，而是红脖子大叔与毒舌少女之间从最初的互相戒备到后来的生死相依的灵魂羁绊，整整积蓄了1季的情感在终局轰然爆发。更别提封神的第3集，简直是我看过最浪漫的故事。任凭窗外世界崩塌，唯有烛光下共饮的一杯毒酒相拥着微笑长眠。这后劲大到半天都缓不过神来，直接把同类题材秒成了渣。